因为我们的欠大家这个 Q&A 太久了，所以我们就讲到天黑了。我们都有一个 resting matrix。对，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？把我们的 YouTube 做到至少100K。很多人想要我们新手推荐用什么相机，有些人就觉得 Sony 没有调色就像一个大便，就是看你要到什么程度咯。计划在一起去什么国家旅游呢？Jeju、Italy、Iceland、Canada、Japan， 好像 wish list 我们。不要把社交媒体上面看到的东西当做是 standard， 你们可以看学习参考，那个不是一定是对的。Yep。刚好我们在旅行过，现在有一个人问一个很不错的问题：你们旅行的时候会不会一直很在意有没有拍到想要的画面，或者花很多时间在拍摄？怎样平衡旅行的同时拍影片？说实话，我觉得以前我会这样，但是现在我会 prioritize， 就是我想要 enjoy 的 level 到这里，然后我想要拍的东西是在这里。如果我没有办法 reach 到这个 enjoyment 的话，我就会放弃我的一些想要拍的东西。我宁愿放弃拍摄的时间 for 旅行的时间吧。如果你这样讲，但是我觉得是有方法可以 balance 到一边旅行一边拍摄的。对我来讲，你看我在拍摄，但是我觉得今天就是过了一个很充实的一天。我们没有去打卡很多地方，但是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很充实。你？我觉得还是会耶，还是会哦。哦，这 for 我的话，基本上有时候我会想要看这个地方的发呆还是我，有时候又想要拍东西，就是很难抉择啊。而且你想要拍东西的时候，又想要带很多东西哦，好像那个背越来越重这样子。真的，所以我们带了很多东西。如果像拍不好的话，又会有点，因为多少会影响到嘛，就是学会放弃哦。真的，所以放弃的话就会比较开心一点。我觉得有比一开始我们开始旅行然后拍东西的时候好很多了啦。是，那时候更加的 struggle， 我觉得心情啊，还有拍东西的时候也是比较难兼顾的感觉。但是现在我觉得 OK 啦。对，如果要分享一个方法的话，我会觉得尽量在一个地方拍到一个画面就够了。And then 如果还有别的时间的话，就补充一下咯，就这样拍咯。是否认为情侣之间应该要有共同的兴趣？比如摄影是不是会比较多话题 ？No， 不一定是摄影吧？不一定。我觉得有共同兴趣是一个加分来呀，就是 before 你们成为情侣的时候，你们就有共同的兴趣，但你们就更容易会认识对方，你们会有更多交集在你们喜欢的东西上面。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他不一定是原本就有共同的兴趣，比如讲他原本都不是拍摄，他不喜欢拍摄，但是他要追我，然后他就学拍摄，但现在也变成他的兴趣，也变成他的职业。那我们有共同的话题，是因为我们职业也是这个，我们会讨论很多这些东西，然后我们也喜欢做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会讨论很多怎样把它做到更好。我觉得最大的分别是，你可以有不一样的兴趣，但是你不想要去了解他的兴趣。对。他可以有他自己喜欢的兴趣，但是如果你对他的兴趣一点兴趣都没有，那你没有想要去了解的话 ，then that could be a problem in the future. That's it. But 如果有共同兴趣呢？ That's a bonus. Do you like K-pop? Which group and also who's your bias? Twice. Bias? I can't choose a bias. Momo. Twice 9 members so good. 我是 Momo. 我难选，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个团体的那个感觉。But then 我是因为 Momo 才喜欢 Twice 的 But then 我过后又很喜欢他们全部9个。我觉得 Twice 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 group， 不一样。可是我们很多 K-pop 歌我们都喜欢听啊。是。什么都听。你好呀，很喜欢你们拍的 travel vlog 以及 content。你们有机会在今年办个见面会吗？见面会有点太隆重了吧？刚才我们在讨论到吧，就是我们讲比起好像有时候会有人来 DM 我们问你们几时会有活动啊？会不会可以有机会见面？但是对于我来讲，如果我们是去活动，通常都是很匆忙啊，我们有我们的 agenda 要做，然后可能你们来我们也不能跟你们聊很多天，我就觉得有点可惜。但是我也不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办到见面会的人，因为我又没有什么才能，我又不能跳舞给你看，又不能唱歌给你听。所以我刚刚我就跟他讨论，可不可以有一天我们就这样租一个 cafe， 然后讲你们一起来请你们喝咖啡，我们一起喝茶咯。这种概念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留言给我们知道，因为那是我们现在目前有的想法啦。我们是蛮害羞的呀，就你跟我讲话，我就跟你讲话。OK next。大学很焦虑，交不到朋友，而且英文不是你很怎么办？我觉得我本身也不是一个会很厉害讲英文的人。我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华语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长大。如果用我真实的案例的情况之下，我其实是跟我的中学好朋友一起上大学，所以我至少会有一个朋友。但是对我来讲，我在想象中要讲去认识新的朋友是你要去 join 各种不一样的 event， 就是你要多一点走出你的房门，然后你多一点去认识别人，就是给自己创造机会去认识人。如果你每天你只是想着我焦虑交不到朋友，然后你每天坐在课室这样子，或者你躺在房间这样子，这样子就是交不到朋友。
所以我觉得你去 join 不同的 club 啊，或者是你去 join 不同的 event， 可以更有机会认识到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因为你们都是因为同样的兴趣而一起去 join 那个活动，是吗？但是我可以给到的一个小小的 advice， 我觉得，焦虑是正常的，尤其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嘛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愿意花那个时间出去外面 ，make the effort to meet new people。你遇到100个同学过后，你一定会有1-2个是会比较契合的。那么如果不是的话，你也可以再去见更多人，去认识更多人，而且你慢慢就会发现到，你去认识更多人的时候，你会越来越不焦虑了。Gotta make the effort，OK？你们的 MBTI 是什么 ？ENFP。INTJ。我很喜欢你的调色，尤其是香港的那一种暖色调电影感，有机会可以出下教程吗？好啊，以后会出多一点教程。好啊。Next vacation, we are in Switzerland. The next location is France. France. 你们的华语名是什么？陈善林。陈志远。下一次会有染什么颜色的情侣发色？应该是我染回黑色的时候吧，或者是我们都变白头发的时候。我目前没有想法要染回别的颜色。你们喜欢 Seventeen 吗？你的白是谁？我蛮喜欢 Vernon 的，过后我又蛮喜欢Mingyu，然后我也很喜欢 S Coups。那 Seventeen 全部都很帅的，很帅。我很喜欢他们的 stage， 还有他们的那个歌。他们的那种舞台魅力，但是说实话我没有很了解他们的个人啊，可是我觉得他们是很有魅力的一群人。你们还计划在一起去什么国家旅游呢？ Jeju, Italy. Switzerland in spring or summer. Iceland, hopefully one day. Canada. Japan, please. 好像 wish list 我们其实很多我想要周游列国，我想要环游世界。我想要带你去 Gold Coast。我要去格鲁吉亚。哇哦！拍视频多久了？我的话是2015年开始学拍东西，可是以前中学的时候都是拍 event 为主啦。如果你是讲摄影的话，我2019年开始遇到他过后，他是2015年开始。但是如果你是讲 so-called 网络上面 post 这种 content 的话，我是2022年这样开始吧。然后他那时候辞职了过后，真正的是做 full time 了过后是2024年。可以做一集介绍所有的相机拍摄设备和技巧啊。拍摄设备可以一起介绍，技巧有点难，看它要有一点时间。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短短一个 review 的分享，我们现在有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们最常用的是什么呢 ？OK， 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问我们新手推荐用什么相机。讲真的，我一个很忠实的答案，因为我们本身呢，拍视频我们都是用 Sony 的，所以我们只会比较了解 Sony 的 camera， 而且我们也不是在用这新手的相机啊。对，所以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度，我们很难去 catch up 最新的相机。But then 我们会尽我们全力去帮你们做 research 啊，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们去了解各个不同的厂商的相机的特点，因为每一个相机的那个色彩都不一样，然后有一些相机是强它的 autofocus， 有些相机是强它的那些Fuji，它是直触很强，有些人比较喜欢 Canon 的出来的那个清冷清透的感觉，有些人就觉得 Sony 没有调色就像一个大便，就是看你要到什么程度咯。真的，我说实话，不过 Sony 的 lock 很强，所以它调色出来会很美，如果没有调色的话就会有点困难。对，所以你要先知道你喜欢什么的厂商，你再来问我们会更好。是 OK，next，想听 Celine 为什么会喜欢摄影？这个问题很好我跟你讲过嘛，我将进这个学会的。我觉得不够仔细。如果要 long short story long 的话啦，就是 long story short， 不是我要讲 story long。OK， 其实我以前是在寻人中学读过3个月，所以我 join 过一个 club， 它叫做那种舞台技术社之类的东西啊。几岁？13岁哦。就是我在那边读3个月吧，然后我就转校了。所以那时候我在那边的时候，我的学会是负责很像做舞台上面的 setup， 就很像灯光跟音响这样子。可是我3个月过后就转校，我就去了芙蓉中华中学，就是我之后毕业的那个学校。然后我去那边的时候，刚好就有一个学姐认识那边一个学姐，她就有介绍我讲这个芙蓉中华中学有一个叫视听学会的这个 club。所以那个视听学会耶，其实他就是负责舞台跟音响，还有负责拍 video， 就是记录那些 event。然后我就 join 了。然后我原本是为了要去学舞台东西进去的，但是后来我进去了过后，我就不懂怎样，我就先开始了学拍摄。但那时候学拍摄，我就跟我一个朋友一起，我的好朋友，我们就一起拍。然后那时候就接触到摄影，那时候我们还是用那种 DV cam 去记录拍周会啊，很无聊的东西。然后我们就try to把它变不无聊，就是这样子慢慢喜欢用视频的方式去呈现一些东西，去记录一些东西，这样子。就是这样子开始的。Sekian terima kasih。那时候遇到你们，但是不敢过去合照，我们不会咬人的。首先呢，我们是不会咬人的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看到我们想要来跟我们合照，是可以来跟我们讲啊。
但是有几种情况下我们会很害羞，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很想要找一个洞钻起来。我们都有一个 resting matrix。对，但是我真的是不是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通常不是很想要出街。OK， 有时候也是心情不好，没有啦。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哦，我一个人在 Uniqlo 里面试衣服的时候，然后有一个人后来 text 我，他讲他认到我了，但是他觉得我脸很臭，所以不敢来跟我合照。但是我就觉得很无辜，我只是一个人在试衣服，难道我要一个人在那边？难道我要那种试衣服啊？我就在那边，我只是一个人在试衣服吧，然后我就试完了我就走，我就去买到，我就给钱就走啊。然后那个人就讲我脸很臭，现在不敢来跟我合照。我真的很羡慕那些哦，平时都就是面带笑容的人。我希望我是这样的，但我的脸就是这样咯。我们不会咬人的，所以我们也会很开心。如果你们给我们拍照的话，我是很开心的。我有一个要求，可以不要在我咬这东西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很丑，就是我这样在这时候，我咬完了，你可以来跟我讲，不要，很好奇你们会出新年歌吗？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你！我觉得如果有一天真的是那个东西变成一个我们很想要去做东西 ，maybe， 但是现在不会是，现在不会是。Yeah，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去欣赏各种不一样的 content creator 呈现的新年歌，我觉得超酷的。我希望大家会去 appreciate 他们所做的这个东西。只有马来西亚有这样的一个 culture，and I think everybody should be supportive， 因为他们真的 put 很多 effort 进去。And be proud. And be proud，OK？Be proud of that。里面的影片是 William 还是 Celine 剪的？YouTube 不是 William， 也不是 Celine 剪的。对。然后我们自己的影片的话，都是对方剪哦。对方剪，都是自己剪自己咯。各自剪，但是我也是有时候会叫他帮我剪 video。有时候我会帮他剪哦。对，因为 yeah。就是要这样子嘛，我一直就是要这样子要用你的理性为我的那种优柔寡断做一个了断。我觉得很多时候等下有个 video 等着你。哦，哇，好快！我觉得有时候在剪影片这个方面 ，creativity 是很重要 ，but it all starts with logic。你真是要 logically 排 ，logically 分析 ，logically 去做这个。如果你是一个很犹豫 overthinker。但很多时候这个 process 的话是对你来讲会蛮难的。我是很 logically 去分析东西，所以我这也很快把那 clips 弄掉。But then creativity 的话，大家都有不一样的 creativity，so that's subjective。Yeah， 你们吃东西真的很香，我在电视前面都饿了。你们能不能做美食播主呢？一集也好哦。我跟你讲，那是我的梦想。我的 idol 就是朱样，我的 idol 就是有一个叫做在马来西亚 Zermatt。这些人都是我的 idol， 我真的非常希望我可以吃。我觉得我很 enjoy 吃东西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很肥啊，他也是很肥啊，所以给我一点时间去减肥针。我没有要骨感，我没有要，但是我觉得我跳不起来，我要去打球，我要跳起来，所以给我点时间。是。但是讲真，做美食博主可以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很不会点评食物，因为全部东西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好处，如果你看我们吃的东西的时候，好吃不好吃呢，我们的脸上是摆完出来的了，我们是躲不到的这个东西。所以当你一看到我的脸有那个反应，我不知道什么反应来的，但是我的 editor 有跟我讲，每一次我一吃到好吃的东西就是那个样子，每一次没有吃到好吃的就是这个样子，是很明显的。你们去过多少次国家？哇，我们第一次一起去的是泰国。泰国我很记得泰国。新加坡、年巴黎、加卡达，可以 Indonesia， 可以中国，然后 Australia、New Zealand、瑞士人现在在，给韩国、日本、香港。台湾，去法国，然后土耳其短暂的待了一下13，然后还有我们一起的啦，应该没有了。OK， 13，应该是13这个国家。我想要讲一个东西，我之前有说过几个 Q&A， 有人问我的另一半要我带他出国啊，不然就是是不是要出国才可以啊？还是一个 couple？ 如果你们是一个情侣的话，我只想要讲的是 do whatever is within 你们的 ability。我们19岁的时候还没有开始赚钱，所以我们哪里没有去。是当我们赚到一点点钱，足够一点点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要花一点点去泰国玩。所以我不觉得你应该看这社交媒体上面有什么 couple， 然后就去把那个 set a standard，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其实在一起多久，他们有几时开始赚钱，然后年龄也是一个什么，我们不会跟30岁的人比，我们也不会跟40岁的人比，我们只会跟自己的以前比。我们以前可以做到什么，现在可以做到更好啊，还是什么？
然后我也不希望大家看到我们 couple 的东西，然后觉得是一个 standard， 然后你们需要去跟还是什么。因为我们是其实很多 trip 也是因为工作很幸运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。是的，所以真的希望大家不要把社交媒体上面看到的东西当做是 standard。你们可以看as 学习参考，那个不是一定是对的。每次旅行开销你们怎么分配都是 AA 吗？我不懂哎，你会觉得我们要算清楚这个东西吗？这 depends 看谁比较心急去 book 完全没有。对。对。反正我们不会讲哦，我 book 了这个，你还回我一半，我们不会这样的。就下一次有可能就我 book 咯，这样的概念咯。然后下一次 book 我们也不会 care 会贵多少还是省多少。我觉得我们两个的感情里面，我们对开销这个东西互相都有付出的。但是我们不会计较互相付出多少，但是我们都会付出。但是我比较穷啊，所以我有时候就直接叫他买给我。想问沈进厦门新闻系有什么建议？我劝告我最近很犹豫要不要去厦门读 Masscom， 怕读完全低薪。我不知道现在的市场情况怎样，但据我所知，有很多人都讲 Masscom 读出来的薪水可能会比较低，大概是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。但是你要看一下现在这个经济环境，看着我们也是 Masscom 的一类，然后你看这个广告也是 Masscom 的一类，你看这 PR 它也是 Masscom 的一类，event 也是 Masscom 的一类，所以其实它是有很多出路的，是看你要怎样去对待你的工作，还有你的。before 你去找工作，你的 portfolio， 无论是什么科啦，你可以尽量在你大学的时候就去 build 你的 portfolio 是最好的，这样子你就不会担心什么。你一出来你很低薪，为什么你担心低薪？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会东西，但你不会东西，凭什么人家给你高薪哎？薪水是自己争取的 ，portfolio 是自己争取的，对，经验是自己争取的。对，大家到最后读了那科系，只会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那个文凭，那个文凭太普通了。大家都有的话，那么你跟别人有什么分别？那么就要看你的经验、你的能力、你的 portfolio， 对，那个就能判断你以后的机会。对，如果你要讲薪水，不要 from 你的 perspective from 这个市场啊，我是觉得现在 Masscom 的市场是比以前更大啦，因为这几年的那个 media 的发展。只是跟你们分享一下，我们一开始读完了过后出来的薪水也不高，所以 OK 啦，你 OK 啦？没有啦，不高啦，如果要 compare to 其他的话。只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要求很高。我一开始出来的时候，我的职位是副导演，但是我的薪水是2500，扣了 EPF 2200。当时候的我直接接受了，因为我想要去进步，想要吸取那个市场的经验。我甚至还想要花1000块在公司附近租一个小小的房间，每一个月。所以我是想着应该连续几年是不用赚钱了，就是好好的学习而已。可以每个人看待这个 fresh grade 你的第一份薪水的那个衡量不一样。好像我们的话，我们愿意拿稍微低一点的薪水，当我们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 opportunity， 我们去学习去拿经验。对那个是我们愿意取舍的东西，但是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。如果你觉得你很 worth 一个高薪，这样你就去继续找。很多人一看到那时候的我们，觉得我们是在吃亏，但是我们觉得看回去，那时候我们的吃亏是现在的占便宜。我们有学到很多。你不要故意讲金句啦。没有，这个是我从小到爸爸跟我讲的。没有，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没有吃亏啊。我们不会觉得吃亏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吸取了很多经验。所以呀，别人看到的吃亏是我们的占便宜了。Alright, next。就是要这样。想问你们在大学期间都是怎么进行时间安排，同时坚持自己的爱好，但是又能兼顾到学业？你要兼顾到学业是什么程度？我有高过了，也有低过的时候。我差不多是3.4、3.5这样而已啦。我的情况的话，我大学是只有1年在学校啦，然后剩下都是 MCO。如果就用那1年的情况来讲的话，我是 join 了蛮多活动，然后同时我又有校队的练习，因为我是排球校队的，然后同时还有我学业，这样算是兼顾了好。我觉得就是看这些东西在我心目中的那个分量是怎样，因为每个人对好跟不好的定义是很不一样的。对我来讲，我学业上面的好就是每一次我都会及格，我不会给我自己重修，然后至少是 B 加，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我的好了。然后同时 event 方面就是要量力而为哦，你要去 join event， 你要
join activities， 你不能好像这个看到你就想要去，这个看到你就想要去，这个看到你就想要去，你就会只可以取舍哪一个你觉得是我最想要去的，或者是哪一个是我觉得最帮助到我以后的，这样子来看。然后爱好排球是我爱好吧，应该算也是我的一个 responsibility， 因为我是排球校队嘛。到那个时候，其实我对别的运动也是有兴趣，但是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啊，这样我就可以放弃那个东西哦。我觉得你要怎样去兼顾这个东西哦，是看你要怎样去做选择。如果要总结的话，我觉得是量力而为。我觉得是很公平的，每一个人都有24个小时嘛，我们是要看我们怎样去分配那个时间。我一开始进大学的时候，我是没有参加什么学会，然后我就是读书而已。但是那个时候我都觉得很忙，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学什么，我又很乱，我又很压力，又没有什么朋友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分配不是问题啊，而是我自己的这里有问题，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啊，读书又很辛苦啊。然后过后呢，我进到 ADT 过后遇到他过后，我为了想要追他，我又参加了很多不一样的 event， 我的 course 我又要去读好我就慢慢开始学习怎样去分配我的时间了。我只有24个小时，我如果要去 join 他的 event 的话，我需要在别人去妈妈，不然就是无所事事的时候，我就要快点先做完我的东西。所以我一进入广告系过后，我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我只要有 assignment， 我尽量 avoid group assignment。group assignment 我就拿 conclusion， 不然就是 intro， 就是我比较可以控制的东西，我可以先做完的东西。当大家都是在最后 last minute 做完他们 assignment 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星期拿到 assignment 的时候，我已经做完了，我就会先在大家很 last minute 赶的时候，我是很 chill 了，因为我已经先做完，先苦后甜吧，有可能。这个是一个方法。然后过后我还当上了我们广告系的学生会会长。过后呢，又有很多 event 要举办，我又有参加篮球这个东西。我在大学时间又有做 freelance 去赚钱，但是我的成绩都是保持在3.0、3.5这个中间。原因是因为我懂得 prioritize， 懂得怎样放 urgent 跟 important。急着的就要先做先，重要的是可以留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咯。好像比如说你的学业是 urgent， 所以你一定要 make sure 你学业可以 hit 好，想办法怎样把24个小时里面分配出时间，把学业做好先，才可以开始处理别的东西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当你明白大家只有24个小时，你就会选择你的时间了，你就不会开始随随便便就去妈妈，随随便便就在那边无所事事刷手机一下，你就会开始懂得珍惜时间，分配好，然后你就可以 make sure you excel in everything， 你的 passion， 你的学业，你的 side hustle，everything。你们从彼此身上学到其中一个好道理、好习惯、事情。我还没有完全学会，但是我很想要努力，就是先 calm down。我觉得你的话，先不 calm down， 喂，怎么你要欺负我？我觉得是 fight for 我自己。好像每一次骂我了，为什么不换？反正我不敢换人。然后不是就是为什么你order这个错的东西不要跟他讲，因为我嫌麻烦，然后我也不要麻烦到那个人。我也觉得我什么都可以吃，这样无所谓。就人家问他可以帮忙一个东西了，他就毫不犹豫去帮忙。我觉得帮人是好的，但是有些人值不值得你帮，就是这样。这个是我希望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了。今年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？我觉得是把我们的 YouTube 做到至少100K subscriber。那么我会不会肯设这个 number 呢？我不会，把它就是一个比较写在那边的目标。对我来讲，就是我想要努力做好一个 YouTuber 的本分。最想实现的愿望就是也是类似的，差不多啊。但是我觉得 for 我的话，我希望我可以找到我自己的定位。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答案。Yeah，还有懂得怎样分配时间。对的，是我的愿望。还有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。所以今天我们的 Q&A 就到这里。虽然我们讲太阳下山，我们就要讲完这个 Q&A 了，但是因为我们的欠大家这个 Q&A 太久了，所以我们就讲到天黑了。讲到天黑了。天黑了很久。OK， 现在9了。OK，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这一期的 Q&A。是的。然后这个 Q&A 里面有几个 hint 需要大家之后跟我们一起玩一下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敬请期待，还有关注我们，还有谢谢你们等我们的 video。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对，今年我们会好好努力，做更好的 YouTuber。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，如果我们没回答到你们，可以再问我们。Yeah， 如果真的太多次没有回答到你们，就知道那个问题是我们不想回答的问题。比如那也太敏感的问题，不要叫我回答。几时结婚不要再问了，我真的是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了。我自己都不懂，我这样回答你。几时瘦下来我也是不懂，我也是很想要快点，不要问我。这样子啊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 video 的话，请点赞、评论、收藏、구독、좋아요、分享，还有订阅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下期再见，下期见，拜拜。